大家好，经理人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支链氨基酸。支链氨基酸作为核心氨基酸，对于肌肉的功能、修复和生长有重要的作用。那么，支链氨基酸为什么如此受到重视？你应该增加支链氨基酸的摄取吗？支链氨基酸怎么补充最有效？关于这些问题，我们通过这期视频一起找到答案。先介绍一下支链氨基酸，简称 BCAA。它是3种具有支链结构的必需氨基酸：亮氨酸、异亮氨酸和缬氨酸。因为人体不能自行合成这些氨基酸，所以必须通过饮食和补品来摄取。支链氨基酸区别于其他氨基酸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肌肉中代谢，因为这个特点对于运动健身的人来说尤为重要。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解释。支链氨基酸对于人体，尤其是运动人群的作用有4个。第一，可以作为肌肉训练时的额外能量来源。一个常规60分钟的健身训练，如果选择中高强度训练时，身体的肌糖和肝糖会在40分钟以后被消耗掉大部分。此时如果继续保持相同强度训练，能量将由氨基酸和糖分一起提供。那么这里所指的氨基酸并不是所有的氨基酸，而只是支链氨基酸。因为谷氨酸、天冬氨酸、天门冬氨酸、赖氨酸、精氨酸、丙氨酸、苯丙氨酸和酪氨酸也可以转化成为能量，但是这些氨基酸都是参与三羧酸循环，也就是有氧代谢中。如果你做的是肌肉训练，那么只有支链氨基酸能帮上你的忙，因为支链氨基酸是在肌肉中代谢，而不像其他氨基酸在肝脏中代谢。因此这个支给的方式使它们能够快速提供能量，这个作用对于保持训练强度很有意义。第二，训练中支链氨基酸可以延缓疲劳。刚才说到的提供额外的能量是延缓疲劳的一个方式，现在指的是通过阻止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，帮助延缓肌肉疲劳。我简化的给大家解释，训练中你的大脑和肌肉时刻保持着沟通，当感觉到累的时候，有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会告诉你的大脑肌肉很累了，该休息了。这个信号发出后会导致肌肉力量和耐力下降，训练热情降低，并可能结束训练。血清素就是由色氨酸变成的，但是支链氨基酸会阻止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，不让它向大脑发出肌肉累了的信号，因此你就会傻傻的继续训练。第三，训练后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。亮氨酸是启动肌肉蛋白合成的关键因子，它激活雷帕霉素靶蛋白的通路。雷帕霉素是一种蛋白激酶，在它的作用下可以激活其下游蛋白，增加核糖体的数量，提高蛋白质的合成能力，并减缓肌肉蛋白质的分解。这是一条在肌肉细胞生长和代谢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信号通路。在乳酸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视频中，我提到过雷帕霉素靶蛋白，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，这对你的健身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作用。只要一看到与它相关的内容，就与你的肌肉有关。第四，同样是在训练后，支链氨基酸让肌肉更快地恢复正氮平衡状态，所以加速了肌肉的修复过程。在蛋白质食用数量的视频中，我讲过正氮平衡。肌肉合成的基础需要热量以及正氮平衡状态。支链氨基酸还有调节和抵抗炎症的作用，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，直接和间接的清除自由基，减少氧化损伤。这些都令支链氨基酸在训练后为肌肉的恢复和增长提供帮助。了解了支链氨基酸的特点和4大作用，感觉支链氨基酸好像就是为了肌肉训练者而设计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支链氨基酸的食用问题。在3种氨基酸中，亮氨酸的作用最大，但是在补充时却要按照比例。研究表明，3种氨基酸按照2:1:1的比例搭配，比单独食用亮氨酸的效果更好。最佳的食用时间围绕着训练展开，应该安排在训练前、中、后食用。结合上面所讲的内容，我们就可以分析出，训练前补充可以减少训练中肌肉被分解的程度，训练中补充作为训练的额外能量，同时减少中枢神经传递的疲劳感觉，降低炎症和氧化作用。而且有研究报告显示，训练中补充支链氨基酸的人，在训练后皮质醇的分泌会下降，但是训练中只补充水的人，皮质醇会在训练后30分钟增加了50%。训练后补充可以增加肌肉恢复和生长的能力，减少炎症带来的延迟性肌肉酸痛，抵抗自由基带来的健康问题。在碳水化合物的补充时机和蛋白粉的食用方法的视频中，我详细的讲解了训练后补充碳水化合物的作用大于蛋白质。但是很多小伙伴总觉得训练后不补充蛋白质，心里的坎儿过不去。
有了支链肌酸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训练后补充碳水化合物加支链肌酸，既解决了糖分的问题，又解决了一些氨基酸的问题，还可以降低皮质醇的分泌。然后在训练后2个小时的下一餐再全面补充一次营养，让训练后的营养补充做得更加完美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关于额外补充支链肌酸的数量，每次食用4克为最佳，一天补充10至15克。当然，这要根据个人的体重决定。有些研究表明，多食用效果没有变得更好，而且可能会有其他影响。适量的支链肌酸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但是过量食用会干扰其他氨基酸，例如色氨酸、苯丙氨酸的代谢。这些氨基酸对于调节胰岛素敏感性也有重要作用。而且刚才我说过的雷帕霉素，持续而过量的激活雷帕霉素信号通路，可能导致胰岛素信号的负反馈抑制，造成胰岛素抵抗。当然，我个人对以上的观点持保留态度，因为过量补充能带来多少胰岛素抵抗反应会因人而异，而且这些反应真的能变成脂肪储存下来吗？值得研究。通过对支链肌酸的了解，可以发现支链肌酸是运动健身人群需要的一种营养补剂。那么也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比较必需氨基酸这种补剂，应该如何选择？我将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必需氨基酸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支链肌酸是3种具有支链结构的必需氨基酸，亮氨酸、异亮氨酸和缬氨酸。它们的特点是在肌肉中代谢，而不是在肝脏中。它们具有提供训练能量、减少肌肉疲劳、增加肌肉恢复和生长的作用。可以选择在训练前、中、后按照2:1:1的比例补充，每次补充4克，按照自己的体重和推荐量补充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